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各路 S 级英雄都撞上了龙级干部，黑金的属性将原子武士克制得死死的，世界名画也由此诞生。强势男遭到了流浪地的炮轰，毫无还手之力。甜心假面撞上了丑陋大总统，这株丑类怪人正是假面的软肋，一见到就浑身颤抖，难以动弹。诸神一边展开了和牙营旗鼓相当的较量，而性感囚犯追着喵喵却意外碰到了被囚禁的饿狼。那么接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下水道下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世界啊，简直就像蚂蚁窝一样。攻击我的那些家伙应该就藏在这里吧？如果他们有老大的话，一定要和他们好好说道说道。作为这里的居民，要提醒他们注意噪音和扰民行为。话说到一半，一只凶恶的怪人扑了过来，但作为英雄，怪人还是要消灭的。听着逐渐走来的脚步声，闪过的 Flash 正思索着，这个脚步体重应该在70公斤左右，而且气息也不是成员中的人，所以是人形怪人吗？趁他毫无防备快速解决吧，应该能在1秒内干掉他。你的脑袋是我的了。哎，突然有东西跑出来了，一个闪身直接斩出了2刀，但却都被奇遇外头躲开了。什么？竟然躲开了？啊！话音刚落，奇遇就出现在他身后。原来不是怪人啊，这家伙近距离看清了奇遇的脸 ，Flash 才认出了他。这不正是上次开会时魔鬼改造人的随从吗？你突然冒出来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不对，这不是重点。他刚刚的反应速度是怎么回事？在英雄之中，还有速度能与我不相上下的人？还是说刚刚只是侥幸？还要再试一次吗？不是你谁呀？不行，对明显比自己弱的对手做出这种事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但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能躲开我的剑招的话，那就等于我的动作已经被他看穿了吗？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喂，你再不说话，我揍你了呀！还有这股莫名的压力，直觉告诉我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闪光斩，主动攻击我，那就表明你也是怪人吧？等一下，你仔细看看，我看起来像怪人吗？怪人偷恋2事？不是，不要乱给别人起名字。我是 S 级英雄，闪过的 Flash。啊？可是你攻击我了呀？刚刚是手滑。那 S 级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里的吵闹骚动和你们有关系吗？什么？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就来了吗？这里可是怪人协会的基地，相当的凶险。怪人协会？就是现在很热门的那个话题吧？你说就在这里吗？这可是我家正下方呀。你家？地上不是被怪人占领的废墟城市吗？有怪人出现，消灭不就行了吗？毕竟这里的租金可是免费的。听了这番话 ，Flash 也算明白了，能把家都安在怪人巢穴里，时刻立于战场上，难怪和其他小角色不同，这样的家伙也值得他敬佩了。抱歉，我不该试探你，这是我戒不掉的坏毛病。虽然我有下意识的留手，但你居然能接住闪光斩，还是很令我吃惊的。只不过，如果你是毫不知情的来这儿，那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。为什么呀？你的实力是还不错，但还远远不足以参加这场战斗。敌人之中有不少诡计以上的家伙，我甚至还遇到了几个龙级的，那种等级没问题的。不要自以为是，还没有报告说怪人的头目被消灭，那家伙才是最大的危险。我都说没问题了，怪人协会的头目其名为怪人王大蛇。什么？怪人王？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强啊。果然，按照奇遇的尿性，不久前刚被他揍扁的大蛇，连名字都没被他记住，还以为是被怪人王这个称号吓住了。Flash 回头说道：“知道害怕了吧？那就继续努力修行吧，任务交给我们了，快回去吧。”可是走了这么久，我已经忘了怎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只要跟着你，就会遇到敌人吧？我和你一起走，拜托你带路喽。这小子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啊！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可不会保护你。再往前走，你可能会没命的。完全没问题。真是麻烦，稍微跑快点甩掉他吧。一瞬间 Flash 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但下一刻，好嘞，出发了。感受到不紧不慢的跟在身后的奇遇 ，Flash 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家伙正以超乎常人的脚力跟着我，事情变得麻烦了呀。
就在这时，路过的怪人尸体引起了其余的注意。啊，我记得这个怪人，这条路刚刚走过了。Flash 并没有回话，其余这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。等等，莫非你也迷路了？一只都别放过！由于地底神仙打架，一些杂鱼怪人试图逃到地面，却遭到了地面组的堵截。虽说地面组的成员等级不高，但能被集结来参加这次行动，对付这些逃兵那当然是没问题的，并且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战斗特长的负责解决敌人，状态型选手负责勘探地形，找到怪人的出入口就交给辅助特长的将洞口堵住。果然没什么了不起嘛，都是些落荒而逃的杂鱼，不要大意，保持这个状态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慢悠悠的走过来一个怪人。什么嘛，只有一只摇摇晃晃的家伙，干掉他们英雄们。不对劲，那边的出入口应该已经堵上了呀。不管如何，先试探一下。一发手的狙击弹直奔怪人的脑袋。原来这同样也是逃兵，被七月吓跑了的喵喵，只是用长长的指甲便改变了子弹的走向，还顺道还了回去。一发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我一跳。这次是真正的弱小英雄啊，那就让我好好玩耍一番，解解压吧。一发手仅仅一个照面就被重创，显然敌人并不简单。混蛋！等一下，这家伙很强，我们要慎重的配合作战才行。说话间，一道身影从他身后飘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只猫去哪儿了？喂，你在流血啊！几人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是怪人协会的干部，喵喵。虽然已经不干了，听到干部二字，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了敌人的恐怖。可是已经晚了，这种程度啊，和大众也说的一样，英雄协会真正的战力层非常薄弱。地下那家伙果然是个特例，还好我跑得快。那么接下来我会作为一只纯粹的怪人行动，我喜欢把玩具玩弄到坏为止。哎呀，你不是那个人质小孩吗？你被救出来，真是恭喜啊！你们发什么呆呢？快去把他消灭啊！我干嘛？小朋友，来这里，带着他往总部方向跑。面对干部级别的怪人，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即便对手是干部，我们也要完成保护那孩子平安回家的任务。没错，嘿嘿，游戏的主题定下来了，我要在你们面前将那个小屁孩撕个稀巴烂。趁着敌人说话的时机，主将水树取下了脖子上的奖牌，砰的一声变成了个铁饼。运动项目掷铁饼。与此同时，脚下突然冒出了绿色的藤蔓，将他牢牢锁住。想用这个锁住我的行动吗？只见他竟然一口咬住了铁饼，咔嚓一声直接咬碎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毒物，只要能给他造成哪怕一点擦伤就能。他仅仅用眼皮就夹住了匕首，这样的差距已经不是团队合作能够弥补的了。果然很弱啊！怎么可能？接下来那个小鬼，喂，要被盯上了，别吃了，胖子！不能不吃啊，我必须补充能量啊！但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可能跑得过喵喵的。是不是我下手太轻了？既然还能动，为什么不逃跑呢？原来是主将水树，即便是知道敌人不是他能抗衡的，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虽然还远远不足黑光前辈，但他也要尽其全力，好让同地前辈托付的接力棒能跑到终点，也为了为此拼命的大家。哎呀，真受不了你！千钧一发间，一道屏障挡住了喵喵的爪子，将主将水柱救了下来。这股超能力不是别人，正是状态型选手齿轮超能力。哦，超能力者吗？齿轮超能力前辈，快远离我！由于在近距离看到了龙卷老大的力量，我脑中涌现出了超越自我的想象，但我根本无法控制它。但是，就算活出这条命，我也要将它用出来。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，体内的能量喷涌而出，就如同龙卷一样。他两手一抬，周围的房屋应声碎裂，在两手一握，无数的尖锥浮现在半空中。这是姐姐吗？不对。这一招已经将他的力量全数用尽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人情还你了。头上的装置应声而碎，他也立即倒在了地上。此刻场面上一片狼藉，只有瓦岗马在呐喊着得救了。但还没等他高兴几秒，一道身影就从废墟里钻了出来。无法承受自己的超能力而自我毁灭嘛，真是丢人现眼。瓦岗马被吓懵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不逃了吗？虽然逃也没用的了。因为我好像被判定为龙级，
和其他怪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。龙姐，一股臭味从裤裆处传来，瓦岗马直接就被吓尿了。一旁的管家胖子正捂着受伤的肚子打滚，两人就这样被一同领走了。过来，不把你撕个稀巴烂，游戏就不会结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圆盘高速飞了过来。哦，一块大楼的脚被圆盘瞬间斩断。来人竟然是不久前失踪了的驱动骑士。谁呀？驱动骑士。听到是 S 级英雄来了，瓦岗马又开始了，尿着裤子往后面跑去，还不忘嘲讽喵喵，等会儿就要被剁成喵食了吧？战斗变形，相车。驱动骑士可不是个话多的人，直接就冲了过去。S 级英雄都是些怪胎。一辆酷似蝙蝠车的摩托变形而出，值得陪你玩玩。可刚一落地，驱动骑士一个漂移，瞬间出现在镜前。但下一刻，只见他驾驶着摩托画起了圈圈，溅起了一地的烟尘。喵喵正疑惑着为啥不直接撞过来，突然间他猛地捂住鼻子，这是毒气。就在这时，驱动骑士才迎面撞了过来，他果断躲进了地上的裂缝里。这家伙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冒出什么，要是被那种玩意儿烫伤就不好玩了，还是暂时撤退吧。喵！原来驱动骑士早已在地下布置了陷阱，这是一种特制溶解剂，身体越薄越容易溶解。面对袭来的导弹，喵喵不退反攻，一眨眼就窜到了驱动骑士的头顶。你以为我只会东躲西藏吗？话音一落，他就被揍飞了出去。战术变形，龟马，麻醉气体无效吗？那真是遗憾啊！放弃不破，战术变形，飞车。利用飞车模式，一瞬间冲天而起，来到了喵喵的正上方，再次切换形态，脚从天而降的一拳直接砸碎了地板，但挨揍的喵喵根本不在下边，消失了。不对，这是装甲内部有生物反应，秒罚！一阵剧烈的攻击从机甲内部传来，驱动骑士果断做出决定，解除变形，喵喵也只得逃了出来。什么嘛，恢复原状了吧？你失去了一个绝佳良机哦，因为同样的手段对我来说是没用的，我刚刚已经决定要怎么杀死你了。我也刚决定好，战术变形，惊！哼！强化型爪击一瞬间覆盖了整条街道，落在驱动骑士身上，威力确实大了不少，但对于这个形态的驱动骑士来说，完全不是问题。坍塌的房屋还未落地，喵喵径直冲了过来，从你的眼睛和嘴的缝隙里钻进去，再抓挠你的肉体，你会发出怎样的悲鸣呢？喵！伴随着倒塌的房屋，喵喵也钻了进去。驱动骑士一拳轰开了废墟，还没站稳，两道巨型喵法呼啸而过。这种爪击仍然破不开他的防御，而喵喵的生命反应已经呈现在他脑子里，一个冲刺就杀了过去，一路的碎石块被牵飞了起来。但喵喵此刻就躲在石块的缝隙里，正等着这一刻呢。我来了！他一头钻进了驱动骑士的机甲里，还不忘吐槽两句：“你可真是不长记性啊，喵！”这边。哈哈，你那些看起来特别消耗燃料的强化和变身，现在都毫无用武之地了，喵。那么我要在里面狠狠地用喵法。突然间，一阵灼烈的火光瞬间布满全身。哼，你上当了。基本技能暂时提高，不过是附加效果而已。战术变形金的真正本领是热。下一刻，就快被烤成焦炭的喵喵冲了出来，赢！不管你多厉害，也无法逃离穿刺。混蛋，区玩具而已。赢了吗？驱动骑士，目标排除完成，回收等级龙骑怪人喵喵的尸体。这场 S 级和龙级的战斗结束得很快，最终由驱动骑士获得了胜利。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这些天失踪了的驱动骑士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他的身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那么到这里，怪邪变期就结束了。下期不胜传说杰诺斯终于又要出场了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